家好，宠粉的姨太又来了。说起黑化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黑眼圈、黑眼线，就像甄嬛黑化前后，即使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大家一看到这个妆容也知道这个人不是好人。赵丽颖的花千骨也是如此，前期的妆容透着可爱，后期大浓妆一出场就知道她黑化了。还有烟熏柿子，可以说凭借妆容黑化已经变成了常规操作了，但不靠妆容还能让人感受到黑化，才是真正的演技实力派。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那些不靠烟熏妆也能黑化的反派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毛晓彤，在电视剧《锦绣未央》当中，李长儒最后黑化的这个形象真的很令人害怕，尤其是她转过身之后那种不经意的邪魅一笑，更让人觉得毛骨悚然，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心机爆表的女孩子。这样平时被轻视的人一旦出手，对方便措手不及。不得不承认，毛晓彤真的是一位演绎精湛的好演员，能够将黑化的角色表演得淋漓尽致。最重要的是，她没有借助任何的道具和妆容，只是靠嘴角的邪笑和充满戾气的眼神来撑完全场。老戏骨佘诗曼也是不靠妆容就能黑化的代表。在吴谨言、聂远等主演的《延禧攻略》中，佘诗曼饰演的贤妃黑化戏份让人看得过瘾。她一开始是个不争不抢、不惹是生非的妃子，然而在家人被害时，她黑化了。就在那个雨夜，她什么话也没说，没有烟熏妆，就仅仅一个表情、一个眼神，我们很明显的感受到她不是以前的她了。这就是演技的魅力。黑化后的贤妃表面笑脸相迎，背后心狠手辣，勒死嘉嫔眼都没眨一下，彻底黑化尽在演技中。这皮笑肉不笑的表情控制和眼神里全是狠毒的眼神戏，把坏人的特点表现得极其到位。所以我在铁水里面加了粪水，来滋润你这朵国色天香的牡丹花。还有琉璃中饰演楚玄机的严冰妍，更是被赞为不靠烟熏妆就能霸气侧漏的女主。她饰演的楚玄机在战神觉醒后帅气十足，妆容依旧是单纯玄机的妆容，完全没有眼线眼妆的加持，挡不住的霸气让人很是叹服。无痛天虚他，我要杀了这些妖。长相甜美、身材娇小的赵丽颖一直以来都是扮演呆萌的角色，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在《宫锁沉香》里挑战其反派角色琉璃，化身蛇蝎美人，竟然也能如此成功。她和沉香一起长大，情同姐妹。沉香一直暗恋13阿哥，但一心想攀高枝的琉璃却抢了姐妹的男人。担心东窗事发，她把春寿打着遍体鳞伤托给沉香看，警告沉香不许再见13阿哥。13阿哥失明，关在牢房里的沉香祈求琉璃让他照顾13阿哥。于是琉璃命令人用烧红的炭火铺路，让沉香光着脚从上面走过。沉香毫不犹豫地脱掉鞋子走了上去。别看赵丽颖长相清纯，让人感觉演不出发狠的样子，但是她却能很好的揣摩人物变狠的心境，时而严肃，时而冷笑，时而凌厉，堪称一绝。王丽坤在《美人心计》中的表现同样精彩，她饰演的聂胜儿前期还是柔弱的小白花，误入青楼后手刃负心渣男刘少康，后来因为恨杜云熙夺走他一生所爱，慢慢的她变得贪恋权力，贪恋荣华富贵，为了上位勾引刘盈嫁给吕禄，但吕禄的真心感动了聂胜儿，然而好景不长，吕禄最后被杜云熙杀死了。聂胜儿为了报复杜云熙，利用手段当上了刘恒的夫人，与杜云熙平起平坐，甚至想取而代之，结果被仇恨蒙蔽双眼的她越陷越深，最后自食恶果。一直以来，王丽坤都被誉为清纯美女，可没曾想黑化起来竟然也能如此出彩。同样出彩的还有杨雪的江玉燕，《小鱼儿与花无缺》里的终极大反派。她是江鼻鹤的私生女，自幼跟随母亲出生于烟花之地，身世凄惨的她长得貌美聪颖，一双大大的狐狸眼，优美又伶俐。第一次出场时，江玉燕就遇到了行侠仗义的花无缺英雄救美，从此便深深地痴迷上了这个救她于水火之中的白衣公子。但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花无缺只钟爱善良美丽的铁心兰。为了早日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，江玉燕诱杀亲姐江玉凤，并且顶替江玉凤进宫服侍皇上。当上皇帝宠妃后的江玉燕不但时刻惦记着花无缺，还丧心病狂地掐死了铁心兰，吸光了邀月和连心的全部功力，变成了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女魔头。她还控制了皇帝，把持了朝政，可最后她却死在了自己喜欢的人手里。在最后的大结局里，她双眼通红地怒视着对花无缺吼道：“说你爱不爱我？你爱不爱我？”真的让人又恨又心疼。杨雪扮演的江玉燕，该清纯的时候无比清纯，邪恶时又能将邪恶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不用烟熏妆，只凭一个眼神就把坏女人演得入木三分，真不愧是蛇蝎美人的代表。
杨童书的徐莹莹也是童年阴影代表。徐莹莹从小投靠武媚娘，武媚娘被招进宫服侍皇帝时，她则作为婢女侍奉左右。前期的她还是一个美丽孝顺的善良女孩，会为了武媚娘忙前忙后，自愿进宫当贴身丫鬟，被其他妃嫔毒打也依旧护着媚娘。但姐妹情深终究敌不过爱情，遇到李治后，她一步步走向黑化，顶着一张纯洁无辜的脸，干着最丧心病狂的坏事，把曾经共患难的小多毒哑弄瞎，砍手断脚，手段极其残忍血腥。最让人惊讶的是，每次做坏事时，她总能保持一副我见犹怜的小白花模样，仿佛她才是受害者。坏事做尽的她，最终众叛亲离，向媚娘坦诚树桩恶行后，带着嫉妒悔恨喝下毒酒了结性命。徐莹莹是杨童书的第一个反派角色，她用10分的温柔演出了100分的恶毒，原来人真的不可以貌相。温柔好看的外表也能把心肠歹毒刻画的淋漓尽致。以前的古装剧不用烟熏妆就轻松黑化的角色简直不要太多，高圆圆饰演的柳生飘絮也是其中的一个。在武侠剧《天下第一》中，柳生飘絮长相温婉端庄，武功高强，号称东瀛第一女剑客。她虽与姐姐雪姬容貌相似，爱着同一男人段天涯，但飘絮却不如雪姬善良。她心机深重，与父亲听命于全剧最大反派铁胆神侯。为了助神侯巩固野心朝政，飘絮与父亲上演一段假死计，谎称自废公府，让段天涯心生愧疚，从而顺理成章地依照神侯的计划嫁给段天涯。与天涯成婚后的飘絮，表面上是一个温柔体贴的贤妻良母，实际上还是作恶累累的冷血杀手。海棠戳穿他的诡计后，狠心将其杀害，最终被天涯识破真相，死于切腹之下。刚出道的是高圆圆，满脸的柔美知性，演这种楚楚可怜又狠毒的反派，总让人看得又爱又恨。邱瓷炫在《朱孝天版楚留香传奇》中饰演的石观音也让人印象深刻。作为剧中的第一大反派，无论是美貌智慧还是武力值，石观音都是佼佼者。善于伪装的她，既是混进人群中天真烂漫的流浪孤女琳琅，又是霸气无双、杀人不眨眼的月亮城王妃石观音。她的前半生都在为复仇而活，仇恨使她变得疯狂贪婪。黑化后的她没有大浓妆，不需要烟熏妆，把狠毒全展现在眼神戏里。即使是大反派，邱瓷炫的个人魅力和颜值特别抓人，加之其不需要烟熏妆就能把狠毒表现出来的演技，风头一度盖过了女主，不愧是在韩国娱乐圈有着白雪公主之称的人。除了石观音，作为反派2号的柳无梅也是朱孝天版楚留香传奇中的经典角色。用蛇蝎美人来形容穆婷婷饰演的柳无梅一点也不为过，在她眼里，人命如此好借，前一秒弱小无助，后一秒就能取人性命。纯洁如她，狠毒亦如她。穆婷婷饰演的柳无梅动刀子的速度远远超过观众的反应速度，而扮演者穆婷婷本人长相温婉可人，看上去就是邻家女孩，不靠大浓妆就能把柳无梅这种毒辣的角色诠释得入木3分，着实让人佩服。说起狠毒，不靠烟熏妆，王艳饰演的白菲菲必须榜上有名。王艳本人长相清纯可人，而白菲菲刚出场时正是一个外表柔弱的傻白甜，男主沈浪也不例外的被她撩得团团转。然而命运弄人，这对苦命鸳鸯并未扶持走到最后。在目睹了沈浪与朱七七谈笑风生的画面后，她相信了母亲所说的天下男人皆不可靠的谎言，因此怨恨沈浪违背诺言。绝望中黑化的白菲菲愈发执着于复仇，她化作楚楚可怜的幽灵宫公主，利用美人计诱惑快活王得力手下送礼，令其甘心为她卖命。她为仇而生，也为仇而亡，终其一生不得解脱。如水莲般柔美的白菲菲，傲气的让人心疼。在剧中，王艳的妆容都是很清淡的，但没想到她黑化之后这么带感。水月洞天中的赵云也是非常典型的蛇蝎女配，她生性高傲，自恃美貌非凡，第一次出场的惊鸿一瞥就把童战都给看呆了。赵云痴恋童博，但童博却心系平凡的豆豆，被拒绝后的赵云对童博因爱生恨，心里逐渐变得腹黑扭曲，几次3番陷害童氏一族。为了报复童博，他故意接近御剑山庄少主尹天齐，成为野心勃勃的少夫人。后来又坐拥权力，不惜谋害亲夫，把天雪推下地狱园，十分阴险狠辣。全剧赵云都保持着清淡的妆容，看起来人畜无害，实则心狠手辣，仅靠一个眼神、一个表情就能实现白切黑。这种不靠妆发、靠演技的黑化，看起来着实过瘾。你还知道哪些小白花反转蛇蝎美女的经典案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